好市民5大守护，全家安心有感。健康首选好市民。美食大对决，疯狂抢虾拼输赢。上了年纪的人很多东西吃不了了，他牙是假的，什么假的？我都吃了牙，你们假的？过去1年来讲，我都在主持有台的美食节目。他吃好吃的都是人要找给他吃，他平常私底下都吃些什么？水煮餐，高营养，对，但超难吃。一日3餐高 CP， 口水直流，超好吃。这个阳春面的汤头绝对不一样，你尝尝看。好好喝，这个让我好想要再吃再多一点。它很 Q， 然后有哎，它的肉真的很扎实，它在嘴巴里面蹦出。哇！我追求就是好吃又好看，很香，对不对？很香，你可以这种豆腐开始吃。本来就是比较单纯的东西，但是既然它已经这么好吃，连这么简单的东西都可以这么好吃，我就觉得真的是太厉害。阿里山先，请举来。欢迎收看《女王大人》。晚安，你们好。晚安。哎，陈哥，这个小妹我啊，最近新家还在装潢中。是啊。手头啊还有点紧。哦。你那个拌面可不可以赞助我几包，让我撑个几个月？这都要赞助，你手头到底有多紧啊？哎呦，能省则省嘛！现在物价都飞天了，随便一餐都破100哎，还不一定吃得饱耶。但也不能够3餐都是靠拌面过日子啊。哦，今天我们就要进行一场小资族3餐美食大对决，绝对让你的1日3餐吃得饱又吃得巧。太好了，需要。假爆你假咖好啦。欢迎我们的来宾，我们的东军代表，欢迎杰亚、玉兔、潘若迪，欢迎3位。再来欢迎我的西军代表阿喜、李晨老师、李希。哎呦，来，人气亲子网红陈燕婷，人气大胃王邵阿妹，还有阿妹，人气 YouTuber 阿里山。哇！这3个吃货，一个比一个瘦啊！对呀，说他们是吃货，一点说服力都没有。对呀，阿妹很会吃的。燕婷，你是吃货吗？啊，我吃好吃的。对啊，所以你是不会吃很多。你看她老公巨人这么大，她都吃下去了。胃口很好。对，吃的很对，嘴大吃4方。今天第一批值的料理大对决是赢的那一队3战2胜是有奖金的。哎呦，哇！现在请派代表出列。大展宏图，要大展宏图了。忙完没有？直接做4个字。忙完了是吧？忙完了。来，准备剪刀石头布。慢出。哪有慢出？我是转身。好。你已经出好了，是转身太慢了。这也要吵。都没看。好，你们赢，好不好？你们要待会儿要先吃你们的，还是先吃他们的？当然是先吃不好吃的，他们的。注意一下你的嘴巴。讲话这么不干净就对了。我你吃完之后回不去了。请回。先吃不好吃的。我们今天的金额，游戏规则是限定150块以内。早餐哦，早餐是吗？首先，我午餐们今天的1日3餐美食大对决进行第一回合。早餐大对决。来，东军代表，没错，谁呀？请起立。谁呀？你懂吃吗？你懂吃吗？我当然懂吃。你不是什么都懂吃吗？我以前都在懂吃，但是后来你知道，因为我主持美食节目，过去1年来讲，我都在主持有台的美食节目。哎，150块很难把你喂饱，没有，但你在健身呢。今天标准不是我啊，今天标准是大家。都硬吃不是吗？哦，没有，我们这条线没有硬吃。你老实讲，我没有硬吃。说出来啦。我都真吃。我好奇的是，你对早餐的要求是什么？我喜欢中式的粥类的东西。哎呦，哦我喜欢偏古早味的，对，怎么样？吓到了吧？请介绍一下我们的西军代表。对不对？西军代表是阿喜。不好意思，怎么像他那种平常在健身的人，你说的没错，他吃好吃的都是人要找给他吃，他平常私底下都吃些什么？水煮餐，高营养，对，但超难吃。没错，吃久了怎么会超难吃？我本人就是调味不酱料，对，而且我本人也是那种属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手头很紧，所以找东西一定要 CP 值非常的高。你对吃这个领域里面，你对吃在意吗？请问？我个人是中西式都非常的喜欢，但我找的这一家，它是从中式到西式，简直带你环游世界的这种。哎呦，然后它的一些，我跟你说，你走进它的店，根本就是吃到各经典早餐，然后还吃到很多故事。所以我们今天会走进店里喽。差不多，因为他本人有来现场。他
请他怎么有这个预算？本人到现场就不止150了。冷静。为什么会有150呢？我们有要求，因为我们给的预算就是150，你自己私底下多付出些什么其他的我们不管。你没有人员，原来是这样子啊！你用什么来的？送进来了。厨师这么忙，他自己来的。每次节目主持了1年，他累积了非常多的经验。今天看他带来什么样的内容。东君这样，请就位。香气怎么样？香气怎么样？香气不错，那个油葱酥的感觉，果然是香气。你这一盘，目前看到的这一盘，来，它的确是150元。香菇赤肉粥充满酱香，还有香菇的甜香，还有油葱酥的香味。大块的赤肉羹，这一碗才25块，25。你看这色泽，你看那色泽，你这是原尺寸吗？对，原尺寸。你看像高汤一样的饭，那个米粒，它是有点汤饭的感觉，所以它那个米粒还咬到颗粒，本汤的感觉。然后你带回家，然后再次加热的话，它稍微软一点，吸满那个酱汁，还有那种香菇酱油的香气，很好吃，超百搭的。那这个呢？然后这个呢是炸鲨鱼片哦，鲨鱼。对，还有虎皮虾卷，这都是很好吃的炸物。虎皮虾卷，2个加起来1个60，然后2个120，3个加起来是145元。哦，真的很划算，你抓得紧紧的。当然了，还可以少5块钱呢，对不对？这个够你，这个真的够你吃。我们还在讲话，他们就吃起来，可以这样吗？我还没介绍完，你开始吃了，忍耐一下，不好吃的先吃啊。3位，女王团吃完啦。我告诉你，这个吃肉其实非常厉害，它就是以前非常有名那个大龙街的孔庙旁边那个骑楼下面的那个吃肉摊，然后那阿北已经卖到不行了，卖到太老想退休，就很累啊，你要讲好哎。然后后来是对年轻的夫妻把它继承下来，然后才改到现在重庆北路这里有店面的。我们要先吃粥，再吃你的酥，对不对？先吃粥，那个炸物先不要放到汤里面，先去单独感受一下。炸物放汤里面的，你可以放进去，待会教你们。我们先来吃一下，对，咸味很够。饭汤的感觉，那饭的颗粒是不是还咬得到？对不对？还咬得到一点点米心的感觉。炸物你再把它放到汤里面去沾一下这个粥。待会那个粥里面也会有那个酥炸的油的香气，跟油葱的香气混在一起。这个炸鲨鱼肉这不是沾肉吗？你也可以再来单独配，不沾比较好吃。不沾比较好吃，原味好吃。其实原味就很够，我自己会把它放到那个汤饭里面。有点太咸，这样太咸了。不用那么多，稍微混一点。而且粥的感觉很刚好哎，是不是？那个让回家微波粥趁热喝，会更好吃。而且其实很多人会买回去，他只要加5块钱，你可以装个碗带回去，对不对？其实你摆到稍微再加热第2次，它那个香气融到那个饭里面，饭再更软 Q 一点，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味道。OK， 你说那25块，就要在南部也很有比价值，也很有性价比哎。25块太便宜了。在南部也便宜。它跟很多那种知名的咸粥有点类似。对，而且肉块又很大，还有香菇，然后呢芹菜。它的吃肉羹让我很意外，蛮大块的，对不对？台湾人有没有谁早上不喜欢吃咸粥的？应该很少。我喜欢这种汤汤水水，我真的很喜欢热热的汤汤水水。而且我特别喜欢饭香的感觉，因为还咬得到米粒的感觉。现在要找吃这个会比较饱足。好吃是好吃，但你们不觉得应该是65岁之后的早餐吗？牙口，所以你牙口让牙口不好的时候吃这些吗？你现在牙都好好的，大清早吃出不好意思，这位大姐，我刚才这里有一个点，就是说年轻人吃它也颗粒，但回家再加热再软一点，老人家吃也老少咸宜啊。请问一下，那位民众是谁？她老公今天带她来看录影，老公在外面，顺便就来熬这样子。我觉得重点这碗很适合8岁到88岁都可以，8岁到88岁，老少咸宜，对不对？8岁到80岁可以了。这个就不得了，这个这样20块，我觉得太划算。吃肉羹算大块吧？对，光这我就很超值了。非常好。也香。哎，你刚刚不是在整理？你是在整理这个料理，你不是在吃哎。让大家看一下有多么真材实料。非常谢谢最爱的玉总。接下来新人代表阿喜，请就位。好香哦！早餐的细菌阿喜准备的，哇，这看起来是好多层的三明治。美式早餐啊，一般的。香味俱全，对不对？而且它是很有故事的。这家早餐店呢，在文山区，其实已经有非常多的信众了。通常它的餐期就是真的街头巷尾的人都全部去吃，真的。然后它现在又有新的露营区可以吃。
露营区就是他摆一些露营椅，让你在外可以在户外吃。对。他名字就叫 Mr. Chill， 哎，他叫啾啾哥，啾哥，对，啾啾哥在文山区很有名啦。哦，怎么说？这啾啾哥他们餐厅的品相都非常的有趣，像我今天带来的这个叫做猫王热煎三明治。为什么叫猫王热煎？这个呢其实是有一个典故的，因为猫王呢他就是摇滚之王嘛，然后他每次在那边摇滚完之后回家就很饿，所以他就热爱吃三明治，所以他回家就自己从冰箱翻了就是冰箱的食物。猫王喜欢吃三明治，他很喜欢吃三明治。这件事情有几个人知道？这个很有名，在美国的就是些汽车餐厅里面一定会有这个品相，哦，真的，煎热的培根是汽车旅馆还是汽车餐厅？汽车餐厅，然后一定会有香蕉，对，这边是香蕉、培根跟花生，香蕉、培根跟花生酱，还有蜂蜜，分别是多少钱？这个是90块，然后再加一杯冰美式60，刚好150。哎，它那个香蕉味配花生酱会搭吗？通常香蕉味应该配巧克力味对吧？它简直就是女王团请就位，香蕉配蜂蜜是可以想象啦，但香蕉配花生酱，三明治的摇滚乐啦，你真的吃一下。这个热量真的是太高了。你们都要先清味蕾是不是？这个喝热量高。评审先喝冰美式。就是吃完之后肯定要来上课的。而且香蕉会一直掉出来，你看我们妈妈孕妇都掉出来了。对啊，它的精髓啊，就是要让你吃的很满足。你先咬下去，外面那一层酥脆的，跟那个牛油融在一起的那一片吐司，就已经非常香了。然后你再往下咬，它里面那个培根，它有一个那个梅纳反应之后，但是再叠上那个香蕉，薄薄的香蕉，它就没有那个很腻的味道了，没有，就是完全清爽，然后甜咸感超棒的，甜咸之王，我只能这么说。培根香蕉加花生酱，非常好。你知道香蕉在里面扮演的口感，很像我们在吃冰火菠萝油里面的那一根奶油。对，但它那个花生酱为什么吃不到味道啊？有啊，有吗？可能你刚刚会不会吃太重咸，现在味蕾有点不舒服。不会啊，知道啊。花生酱的量下的刚刚好。对，因为太少，绝对是诚意不够。对。然后这吐司能够煎的这样子的一个口感呢，搭配了刚才你说的那个很像菠萝油里面的那个香蕉，咬在里面软硬兼施啊，滑润感超棒，超级丰富的，而且它湿润度刚刚好，不让整个吐司就是软掉。完全不会。这个也蛮重要。我应该最怕的就是会整个腻掉。对，但它不会。甜咸这个水果挑得很好，因为挑任何的水果都可能会把这吐司给变湿了。没错，只有香蕉不会。赞啦！而且有一点很重要哦，吃刚刚这样的早餐，你就觉得这是打工人的一天；吃这样的早餐，你觉得这一天是享受的一天。哇，就是很 chill 的早晨，感就是享受休假的一天。你这样攻击到我们很多长辈哦。吃粥的人都是永远都忽略了长辈。吃粥这个这一天我来开玩笑。我想我们的东军的朋友可能没有想到，他是一个没有长辈缘的朋友。大不敬。他这个人的专长就是不怕得罪长辈。对。马上第一阶段的早餐 CP 值大对决，谁能胜出？准备投票。好，准备投票，女王团请起立。同样是花150，你会想吃哪一边？阿里山先，请举牌。然后邵阿妹请举牌。有1比1喽，1比1。陈燕婷，哎呀，我压力好大。我们也要投，我们要投票。太好了，陈燕婷请举牌。懂得敬老尊贤呐。你懂怎么办？你谁先？好媳妇。那我就长辈先了。陈哥，哎，你走了。哎，不能因为阿喜是女生就这样。不是因为阿喜，因为吴尊。好，目前2比2，早餐大对决最后一票，请举。我是你学弟哦，我是你学弟哦，我是你学弟哦。实至名归，好，来中餐晚上我们就别吃了，走吧。把小玉，不要拦他。才露第一道，他连一半的钱都拿不到。
不行了，你以为节目录一半了？没有，哎，我们手抖而已。为什么？听大家的说法，你听他们嘛，好不好？好。我选东西，因为其实我是在一个比较经济实惠，而且早餐的话可能每天要忙嘛，不太有很多时间可以坐着慢慢吃。所以平常的话，像这样的比较实惠的，然后可以吃得饱、吃得巧，然后我可以分给长辈吃、小孩吃，最方便的食物的话，我会选这一种。对，因为我们不是每天都放假，他想的是一大家子的，对，他想的不是他自己而已。而且兰博基纳吼，这较丢逼啦。哦，真的，那些哈比也问题了，哈比了。但是阳明山、亚里山不这么想。阳明山真的有点。亚里山，我觉得因为一日之计在于晨，所以晨要吃得好，然后吃得开心那。咸粥没办法让你开心。不能这样讲，就因为我的晨比较少，比较睡比较晚，所以如果今天要吃早餐的话，我一定是要跟姐妹们，然后有氛围，然后有开心的聊天。现在大多数都吃早午餐嘛，但是因为我是偏向西式饮食的人。你说你是偏西式饮食的人？对，但是我会选东，是因为那个粥太惊艳了。OK。因为我通常不吃，我绝对会拒绝那种东西。但刚刚一吃进去的时候，第一个它有酱油味，就味蕾的，但是它不死咸，所以对于早餐来说，你不会觉得很水肿。算清淡，算清淡，对不对？然后它有配菜。所以你不一定说一定要早餐，你甚至可能11、12点，你还是可以饱到那个时候。对，你那个是开一整天的吗？它也是有时段啦，晚上是5点到8点，我没记错，早上是6点半到1点。哦，6点半一路到1点，早午餐，然后下午休，然后晚上再卖。所以其实你早餐、午餐都 OK。而且我觉得很 CP 的是那一碗你说25块，对，跟小孩分食是可以的。小孩也一样可以吃，对。小孩考量，哎呦，那个量炸物也可以很满足，它的炸物又原型食物是愉快的那一种，对，又很健康。所以我觉得蛮意外，我会就是吃到，会觉得很特别，是我会喜欢的味。对，你味蕾是对的，对，你味蕾是对的，非常好，你讲的非常好，而且可以分2个小孩吃。巴玉，你要不要重选？来，3、2、1。那个粥有汤啊，它的汤不咸呢。是的确对于开胃来说是有帮助。因为我毕竟我是吃稀饭长大的，我对于吃粥这件事情我非常的在乎。刚才那个粥好吃，但不够，我觉得会没有爽度，可能会吃不饱。150全部 all in 去买粥。应该说那个爽感，刚才我在你这边找到了啊。我觉得那个整个的浓香丰富，让我吃到。因为吐司要烤得好，其实不容易。对。然后它里面的组合让我觉得很用心，但有很多是细节在里面。对。然后那咖啡还真香。但陈哥，潘老师有一句话想讲啊，你不能因为不是你不能因为吃不饱，你就觉得我们的东西不好。对呀。没有，我告诉你，你只因为你吃不饱，觉得我们东西不好。所以你们耳朵一定要打开来，因为我主持美食节目超过20年啊。对。我刚才没说他们东西吃得饱，我没说，我说满足感，我从那边有找到。是啦，我有满足感。但你刚才吃的那个口味是刚好是因为师傅今天刚好特地来弄的，哦，那个不一样。这票也不投给师傅看的。对，那外派至少要4000多块。对啊。成本就不合啊！所以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不管阿喜为了今天他牺牲了什么，我不知道。我们不讨论这个，我们不研究这个。那个刘老板，你把那个厨房给端过来啊！对，哎，还有瓦斯一起过来。好，谢谢。等你啊，谢谢。我在讲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呢，早上喝咖啡对我来讲呢，你看我是50加的人，早上喝咖啡其实慢慢这一定是后天培养的习惯，我不可能先天就喜欢。我发现那个咖啡哟，我自从嫁给我老婆之后，我会发现你嫁给你老婆？我娶我老婆之后，好像咖啡的也是早上闻咖啡这个味道，这个习惯是他帮我建立起来的。哦，用这个唤醒你的味蕾。我觉得是有效果。我其实因为我住大同区的时候，我也很喜欢吃这些老台北人的早餐，就我很喜欢早上有热汤。可是我刚刚吃到那个三明治的时候，因为它的层次感实在太棒了。最让我投这边的那一票是我们全部东西都往下撤之后，准备要投票的时候，我发现我心里面还想要。他吃了会想再吃，还不够，好想要这个让我好想要再吃，再多一点，再多。你会让一个女人说她还想要，你就知道可怕了。真实吧？所以那时候我有感觉。这里面是不是有放一些费洛蒙？午餐料理大对决，东君能否扳回一城？我不只会吃，我还会煮。我追求就是好吃又好看，很香，对不对？很香，可以这种豆腐开始吃，一口就可以吃到很多料，那个皮好好吃哦，对，很 Q。We're gonna take it to
放些费洛蒙去。成熟一点好不好？跟一下老板，老板就是行走的费洛蒙。啊，我们也不是因为老板在这边的关系啊，各位相信我们啊。我们其实这边并不是输赢，而是今天的味蕾谁被感动了而已。有奖金哎，有奖金，陈哥有奖金也没多少钱，才5万块，拜托好不好？不消费哎，你不能拿你很有钱这样来否定我是你天的啦。压力突然变好大。他讲的啦，5万块，5万块而已，5万。好，第一回合早餐大对决，恭喜西剧获胜。恭喜恭喜！好了，马上进行第2回合，午餐大对决，金额限定是250元以内。介绍两边的对手，两边的选手。第一位东军代表玉兔，来，西剧代表李明川老师。现在到底多懂吃？这边其实我觉得玉兔你要小心。你看他把肚子都吃成那样。我就是因为我是大胃王，你看我肚子吃成这样。大胃王，吃成这样，你还是怎么样？你不是怀孕吗？没有吃的，吃成这样，我太爱吃太多了吧？他都前年吃太多好了吧？这消化不良了。对，变了。一个人懂吃的，我们开玩笑。哎，而且我得说哦，我不只会吃，我还会煮。但是李明川不在话下哦。那当然了。他是在家里板斗，而且是有仪式感。对。哎，但是我得说，你知道我今天要介绍的东西，我本身就是很注重 CP 值。而且也是带一点情怀。哎呦，而且我跟你讲，我们家里三代都钟爱这一位。你看，我有1年的生日，就说我想去吃这间餐厅。生日愿望，把它当成你的生日晋升的餐厅，对，然后可以只花250。你是生日愿望希望吃这个，还是生日庆生的选择庆生的地方？没有生日愿望，就我先生问我生日愿望不是庆生的地方。这么大的这家都有，知道这家不得了了吧？生日都想吃哎。我觉得现代人所有的品味都坏在 CP 值这件事情。哎呦，因为都为了追求 CP 值，把所有的标准都降低了。哎呦，不管是食材的要求、餐厅的要求，甚至是吃的感觉的要求都降低了，觉得 CP 值是最重要的。哦，但我也必须说，我今天介绍这一家 CP 值很高。哎呦，哇，这位先生，你刚刚讲的前后文对一下嘛。说得好，说得好。我的重点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一起吐我都可以啊。因为我知道大家现在很重视 CP 值，所以呢，第一个，我这一家呢，这个食材非常的新鲜，都是原型食物。哇！现代人要吃的健康，吃的好吃，我追求就是好吃又好看。它是一个在校园附近的美食。你要知道，校园附近美食，第一个一定不会太贵。对。所以呢，刚讲 CP 值嘛，对不对？有了嘛？有。第二个呢，就是讲生日愿望这种事情。怎么样？其实对我来讲，1年365天，天天都是情人节，天天都是圣诞节，天天都可以过生日。对。所以你要找一家你随时肚子饿了，或者是我今天想要换个口味，就可以去吃，毫无悬念，你不需要想，你不需要这边期待啊，生日还有5天才能去吃，4天，哎呀，我老公会带我去吃吗？这样子，我觉得你指的是说美食，你指的是美食取得的方便性，对，很重要。光他讲在方便性，你在学校旁边的这种美食，基本上就不 OK 了，因为小朋友的口感都不是很好。只要肚子饿了，什么东西都好吃啊，什么都塞。哎，重点来喽，对不对？虽然这个太可雕了，确实，以前我们觉得学校附近的可能也是属于标准相对低，但我也必须说，这我敢讲啦，我找的这家校园美食，是因为这家学校的学生很刁，都走光了，哎呦，是我们最顶规的学府。哦，所以要求特别高，完了，好，太好了，顶规的学府更不会吃这种廉价的商品。今天竞争应该是越来越激烈。好，来哦，我的东军玉兔准备上菜。好香！哎呦，这一个中式的中式。哎呦，你看，我们今天东军吃的都是中式的哦。对啊，中式的。他那家店就只有卖鸡油饭，然后鸡，然后跟下水汤。哦，简简单单的品相。而且我跟你说哦，这下水汤才10块钱。10块啊！10块。然后对，然后他中午就会卖完，然后如果你没有买到下水汤也没关系。玉兔，汤10块。10块钱。你这一整份。对。150。
220，是250年，250。对，鸡油饭也只要10块，不容易吧10块钱。而且例如说，你今天没有买到下水汤也没关系，因为它的那个鸡汤就是让你喝到饱。你怎么注意到这一家的？因为我爸小时候就带我们去吃，一家3代吃的，就是我们周日的时候，我爸就会开车。什么地方？在环河南路一段。万华区。对，就是我们他们那边有一条5金街。有，我知道。然后因为这间真的很好吃，所以常常造成交通大乱。你们又开始吃了？不，大家都不等人的，蛮香的。对啊，偷跑。对，很香。那味道真的。女王团请就位。而且你可以选择，就是比如说你想吃鸡腿或鸡胸，就都可以。我可以先喝一口汤吗？可以。你的汤是药膳汤啊？它是有当归的味道。对啊。哦，这个。喝药膳汤哎。然后我自己就有一阵子，就是我身体比较虚，然后我就会去喝汤，让自己补身体。而且下水是大块的，它不是边角料，边角很小块，是大块的耶。哎，它就算是中块、小块的，它10块也太便宜了吧？对啊，我给你太够了。那个皮好好吃哦，对，很 Q， 然后有哎，它的肉真的很扎实，然后你喝了汤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万鸡奔腾的那种感觉。哎，它这样超过63年呢，对不对？然后如果你要买它的下水汤的话，大概要在开幕到大概12点多去买，你才买得到。直接举牌吧。对啊，我也觉得。哎呦，下一道应该吃不下了。谢谢玉度的介绍，非常好，220万。对，220。220万一份，我想虚惊压力大。压力大。欢迎新任代表李明川就位。眷村老兵 PK 山东大牛，互不相让，火气大。我吃的饭比你走的路还多。来吃遍大江南北，吃遍真的是大江南北，就靠这张卷儿。上了年纪的人很多东西吃不了了，他牙是假的，什么假的？我都吃了牙，什么假的？天哪，人身攻击！来哦，各位，这是盖饭是吧？这是一个夏威夷的这个沙拉饭。夏威夷现在流行这种，就是你知道清爽的。对。然后我这个 poke 对 poke 这个只要210块，而且我是硬加到210哦，因为大家都觉得对，因为它可以自己选料，因为大家都觉得吃沙拉吃不饱，但是我这个沙拉不但可以吃得饱，又可以吃得好，因为它里面满满的。第一个它的底部它是加饭的沙拉，我是里面是拌饭拌菜，让你有淀粉也有菜。 OK， 这个底部的地方，然后上面大家可以看到，包括有鸡肉、有虾、有花椰菜、有苹果，对，有豆腐，对，就是你想得到的，我们该吃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有。我特别选的是胡麻酱的酱料，是因为大家普遍度接受度比较高。几种酱料的选择，它其实有3、4种可以选，因为它其实都是可以自己挑，它有组合，也有你可以自己选配这样子。哦，来各位请开动。哇，太好了，好香哦！建议大家可以先从那个口味稍微淡一点，很香，对不对？很香。你可以先从豆腐开始吃，豆腐先吃。哎，它是有加香料，对不对？还有加一点点意大利香料在上面。有。对。还有苹果。我特别选苹果是因为其实我们要有那个口感，脆脆的口感。它的口味很丰富，有甜，然后有咸，有香料味，然后有那个口感。你们有吃到墨西哥辣椒吗？还没有哎，没有，刚好有哎，香料，有一个辣味。它的饭哎，它的饭蛮好吃的。它的饭就是用那种冻饭，有点黏黏的冻饭。对，而且冷饭对现代人来讲是比较健康的，负担比较少。对，DGI 啊，没错。而且你要知道，在那个环境之下，你就是现场都是年轻人，自己都感觉到自己变年轻了，你知道吗？用餐的情绪价值有了。但我想听听 JR 这个健身人，您的看法来看这个。没有啊，因为健身一定有点夏威夷拌饭嘛，因为它什么蛋白质啊、碳水都有。但健身人可能就不会选胡麻酱，因为胡麻酱的脂肪还是算多，然后也有美乃滋在里面。那你们会觉得甜，就关键是因为苹果，还有它其实有不要说少量，算不错多的美乃滋，但美乃滋会稍微肥一点啊。如果以健身的人来讲，对，但它的各种的每一个食材其实都还算蛮新鲜的。不过它的肉就是没有我们刚刚预度的鸡肉厉害，对，然后饭没有预度那个鸡油饭厉害，然后它整体又没有那种中药药膳的味道，所以还是输我们一点点。而且老师刚刚讲的很好，美乃滋味道，但它没有美乃滋味道，它的肉本身已经有调味了，所以你选别的这样。它有美乃滋。可是我不得不说，因为我个人我很不喜欢吃瘦肉，
它的瘦肉不会让我觉得太柴不好咬，哎，它的瘦肉是我觉得可以接受的。对，鸡胸肉也是要。大家觉得不柴已经是低标 ，Hello 各位，不柴是低标好吗？我很讨厌吃瘦肉的时候，要 Q， 要吃起来有口感。但我觉得刚刚最厉害是那个虾子，哎，虾子真的很弹，对，感觉刚包起来很新鲜，对，而且有菜有膳食纤维，什么都有，什么都有，营养均衡，很好，营养均衡。来，高 CP 值午餐大对决，准备投票。难抉择吗？午餐大对决，刚才这一边的鸡肉，万鸡奔腾，万鸡咕咕咕，万鸡奔腾，万鸡。banana， 今天好banana，孕妇都站起来跳了，很有诚意了吧？好，我们这边不要接，它比较好剪。好，现在在投票就是伤脑筋了哦。大家准备，你喜欢东军还是西军？阿里山，请举牌。哦，邵阿明，请举牌。耶！陈安婷，请举牌。东他是亚洲哎。换你举牌。好，请举牌。哎呦喂，哦，又是两难，又是两难。午餐大对决，最后一票。很难，这个很难。这个今天你们都用了很用心的方式，选了一个最适合大家的，而且在我们的要求的条件之下。我觉得刚刚实在让我实在太惊艳了。首先是汤，就是怎么可以10块，然后这么的有诚意，我没有办法。你被汤感动了，对我被汤感动，被鸡击败了。对，我们被鸡击败了，被鸡击败了，对吧？对。我真的不否认东区刚刚真的这边真的很强，因为它的汤还有它的料真的很完美。对。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因为我是个很喜欢就是每一餐要有菜有肉，然后又有汤的人，所以如果我今天把鸡肉拿到一点点，然后再换一道菜，我觉得就会敲崩啊。就我把什么都吃得到，但我们在西京那边的话，就是我刚刚里面它什么都有，而且我最惊艳的是我很讨厌吃瘦肉，但它的瘦肉却让我觉得那个鸡胸是我可以接受的，这是你感动的点。对，所以我觉得很厉害，然后什么都有。是很好吃，那个酱料很香，因为我也很常吃那种餐，就是像夏威夷碗这样子，它的酱料确实很香。但是我会选东区的原因是因为我平时呢确实也不怎么爱吃白斩鸡，但是它那个皮跟果冻一样 Q 的，然后另外是它的，然后再来是鸡肉本身，它咬下去它是有硬度的，但是硬度的那个嚼劲不会让你觉得卡牙，另外是很难咬，咀嚼肌爆炸。所以2个加起来的时候，其实那个口感层次，我觉得是香，然后另外一个不会有鸡油满出来，然后另外一个是汤，因为通常鸡汤上面会浮一层油，它没有，那很顺口的，我会一直想喝，然后那个当归的香气又不会太冲，所以整体因为我刚刚有咬一口鸡肉，然后配着汤一起吃，哇，好顺哦，很舒服，绝了哈，很满足。但是巴玉不这么想。没有不这么想，我真的很难抉择。比如说，我发现我为什么喜欢吃潜艇堡，我喜欢吃饺子、馄饨，都是你一口就可以吃到很多料。哦。有时候我想要配一点生菜，然后有时候我想要吃一点鸡肉，有时候我想要把2个搭在一起，然后就是我觉得是吃的过程的体验让我开心。你就是喜欢你一口里面什么都有的，对不对？对，像每一口味道那个是八宝粥肉更好嘞。还有我也喜欢，对不对？喜欢哈，八宝粥肉喜欢。喜欢。你喜欢吃潜艇堡？今天你们所介绍的东西，基本上只要我们没有吃过，带来的一定都会有一定程度的惊喜感。但今天我的票都落在满足感上面。我喜欢吃东西要有爽感，爽感好吃是基本条件，但是谁吃才比较爽？有料，那个真有料。那个鸡肉看起来一盘不到200，全部加起来，哎呦这个数字，我觉得爽吃一个爱吃肉的朋友不能错过，惊人，那是爽吃的感觉，的确会很爽。我相信那个店里面，那个店里边有点会提供青菜吗？没有，它就是专门就是鸡油拌饭，可以自己打包一大包汤，然后回去烫一堆青菜啊。带容器就好了，对不对？建议极好，煮面线什么的。我刚刚爽感留给这里了。午餐大对决，恭喜东军获胜。恭喜！
接下来163美食大对决第3回合，晚餐大对决，金额限定500元内。这道晚餐不得了，保证一去回不去。这个阳春面的汤头绝对不一样，你尝尝看。好好喝。它有我们小时候吃眷村小孩吃的那些面的味道，就是让你吃到爽。浓厚型的汤头哎，就很日式，可以调浓淡，然后连面也可以选硬跟软。牡蛎超厉害的，好吃，很新鲜。第3回合，晚餐大对决，金额限定500元内。东军代表潘若迪，潘老师，还有我们的西军代表李小欣。他因为毕竟比你多吃了20-30年，哎，这就是我要讲的，是吧？我吃的饭比你走的路还多，来是不是？哇，对不对？比你走的路还多。是的，哥哥，我今年63岁，而且对吃我又特别的精细。结论就是他吃遍大江南北，吃遍真的是大江南北，就靠这张嘴儿。大江南北的江指的是长江，南我上学的地方，北我出生的地方，非常好，我就是吃遍大江南北的那一个人。一得过，哎呦，一得过。而且我的口味比较多元化哦，对，我相信对面就是上了年纪的人，很多东西吃不了了。那你牙都是假的，我们这个要面是吃不了，我们牙口烤好的，牙都吃不了，它牙是假的，什么假的？我们吃了牙怎么假的？好看，且稍待这位高贵的素人，我们来比的是个人跟吃的经验，不是让你展现攻击老人家的感觉。这样等下如果介绍一些流行食物，多难看。人身攻击了，我现在对不起老师，我忍不住了，我把实话说出来。我不计较了，来吧。放菜过来，好，准备东军上菜，上菜喽！哇，吃面，哇，吃面了。基本上面食这个东西不到250， 490块。哦，这是同一家的吗？是的，这是同一家的一个系列的东西。我们晚餐是500块哦，对，500块，我们就是490块，这样合理了。其实基本上呢，我们要选择，就像你讲说，我们吃的这些东西哦，CP 值高，我们就不管，我们没有 CP 值。就是让你吃到爽，你的那个口感，真的很爽。尤其是吃面的人，陈哥对于吃面条是非常了解的一个。我在意。这个嘴一看就知道是个面嘴。面嘴，因为他真的懂吃，他懂吃拌嘴，面嘴长什么样子？哎，就有点像面疙瘩那个样子。啊，你看看那个面疙瘩是好吃来的，对不对？但是我真的必须要说，其实这个是从我老爸开始，每天晚上。弄了一份小菜，弄一个小东西给我们这样吃的时候，我们就吃到现在。哦，尤其这个牛腱，尤其这个牛肉，所以你吃了40年了。 50几年了。边说你边尝。女王团请就位。跟卤花生跟豆干，这样加起来450这一盘。哇，然后还有一个阳春面，这样子是多少？阳春面只要40块。哦，阳春面只要40块。我跟你说哦，哪个还特别为了吃这个牛肉，特别开车跑去等，跑去买。原因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因为它第一个。 它有我们小时候吃眷村小孩吃的那些面的味道，这个阳春面的汤头绝对不一样，你尝尝看，好好喝，非常非常就是汤头有点酸白菜的感觉。4点钟开始起来炖那个大骨头，那个老爷卖牛肉的这个老爷80岁了，80岁了，到现在还在弄这个牛肉，你要尝尝看这个牛肉。 这汤很疗愈耶，这汤超疗愈。眷村的味道。先吃牛腱是吧？对，先吃这个牛腱，可以配着葱花跟香菜一起吃，就真的绝了。牛腱的软硬度跟那个味道卤进去好棒哦，很特别，对不对？它为什么有个烟熏味？对不对？筋也超好吃。对，在眷村吃东西一定要有这个小花生配配，对，一定要有这个，对，就是这个花生的感觉。这牛三宝如果没有吃完的话，我还会把它再用蒜苗再去炒一炒，可以，超好吃。 懂吃，这辣真的绝，很绝，对不对？很绝，因为我很爱吃辣。但是他对于吃辣的人，第一个是你不可以辣到喉咙去，对，你要辣到香，然后那个是麻，但是麻不能麻痹你味蕾，在口腔里面香，然后你吃下真的鱼丸还在嘴巴里面，而且你那舌头不能麻掉，对，不是有让舌头麻掉，好吃，他们汤头也太棒了，我要背下来，用力掌声鼓励，好吃好吃。我要把我最后一点惊喜留给细菌。
细菌不会让你失望的。吃遍大江南北，李欣就会。这一套餐是超级丰富吗？这个对，日式的拉面。对，我介绍这家是超高人气的排队拉面哦。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因为它门口大排长龙，而我儿子又是拉面的爱好者，所以我们想说排试试看，结果一试成主顾。不光我们一家3口喜欢哦，然后我还带了我婆婆去，然后我爸妈来都去吃，每个人都超爱。豪华豚骨拉面250块，你看有叉烧，还有温泉蛋，该有都有，很丰富哦。然后我们还有个炙烧的叉烧饭，60块哦。叉烧饭60啊，60块，炸牡蛎130。哎呦，所以你有海陆大亨一个套餐才440块。或者是你可以扣掉点一杯啤酒，可以，对，还有那个都可以自己加减量的。生啤，对。我可以点啤酒。对，而且他们家很厉害的是，它是屋台，就是吃半户外的，对，很日式。然后他都会放一些动漫的歌，很热血。而且这么熟在士林是吧？对，它是屋台的感觉啦，半露天的啦。哦，我知道这家，我知道，半露天的啦。它真的是汤应该是加浓厚型的汤头哎，就很日式。然后面是细面，而且哦，老板很佛心哦，免费加1球。然后他有附那个清鸡汤，一直喝到饱的。基本上吗？李欣，它这汤已经浓到像勾芡了。对，可是到现场的关系，对，现场可以调浓淡，然后连面也可以选硬跟软，汤底都是这种酱油豚骨，它也有鸡白汤跟鸡心的，就是有一些辣味的。然后加一个叉烧饭才60块，而且我觉得叉烧饭也很好吃，因为它有炙烧过，它有浓浓的炙烧味，就很香。而且它那个饭还有一点点锅巴感，在那个炙烧过的地方。它的饭超长寿庆的。它这个炙烧的那个炭火的香气，而且它给那个饭给的那个叉烧非常多，不会让你吃到最后只剩米饭没有肉。它牡蛎很肥，对，你们要吃那个大牡蛎，大牡蛎超厉害的。不是那种小颗的哦，很大的牡蛎，然后吃了之后很饱满，很有那个满足感。你好爱吃，很新鲜。牡蛎是蛮新鲜的。这个人想一直在吃哎。晚餐大对决，争论不断，降落谁家？阳春面要好吃是难的，因为它本来就是比较单纯的东西。东西好吃之外啊，还有一个是吃情怀跟吃怀念的。拉面觉得好香，好好吃哦。你下那个重手，分明就想把潘多迪给打死。很吃，很新鲜。牡蛎是蛮新鲜的。这个人想一直在吃哎，好吃。谢谢李小金的介绍，谢谢大家，谢谢。接下来就要进行今天最后的胜负投票，关键性的晚餐大对决，准备投票。最后的最后女王团3位，请起立。好，他们3个看起来都饱到不行哎。迷蒙了，我现在很努力在缩我的肚子，我很有精神。阿里山准备，请投票。东君1票，五牛剑，邵阿妹，我，东君2票，陈燕婷，请投票。哦，对不起，东君。我们2个的吗？老爷子，老爷子，我们赢了。我们俩一起。我要回去了。合理啦。因为我觉得它的阳春面，我觉得阳春面要好吃是难的，因为它本来就是比较单纯的东西，但是既然它已经这么好吃，连这么简单的东西都可以这么好吃，我就觉得真的是太厉害。它汤头是甜的，然后它的牛腱看起来很干，可是吃进去就是入口即化，这也是让我觉得。你在我耳朵旁边声音叫多大声，你知道吗？对，我要紧张拍谁？我现在听起来不对劲哎。因为他先说，因为潘若迪说，来先吃牛腱，我就把我的手当豆干放下来，我就把牛腱拿起来，我准备放那边，一咬以后，我才吸一口气，准备要讲话，他就啊！为什么被踩到脚的感觉？他的那种我的激动，我的激動，直击你心，那种惊喜，对，重好，金刷妹。
好，因为我们家是外省人，外省挂的，所以我觉得东西好吃之外啊，还有一个是吃情怀跟吃怀念的。哎，然后那个牛肉刚好就是我们家逢年过节叔叔一定会亲自做给爷爷奶奶吃的，那早是爷爷奶奶做的嘛。对。那味道这样传承下来，所以我吃了一种很怀念的，哎，我就回到那个过年的 feel。然后那花生就是我们在左营眷村吃到那种老面店都有的花生，对，然后加那个辣油，就是画龙点睛，这完全就是被它吸走了。我觉得拉面没有不好，拉面很浓郁，但是我觉得那个辣油，就是牛腱的那个辣油它当一个配角，但它把配角的角色可以衬托主角。它那个辣油麻香，然后另外一个不会辣喉，所以在吃东西的时候，甚至把辣油滴在面里面，又是另外一个口感，添加了风味、香气，所以它是满足味蕾，同时香气，然后整个哇在嘴巴里面蹦出哇画面。我刚刚一直在回想荧幕的地址在哪里，我会一直想要去。我会想说，如果我要一直吃，我可以一直吃下去的是什么？那这边就是可以一直不断的吃，然后可以想到很多它不同可以变化的可能性。还有它的阳春面呢，它是面跟汤的味道是合而为一的，它不是面归面，汤归汤的，然后面也没有面粉味，我觉得这很棒。然后这个呢，是你刚开始吃下去的时候，拉面觉得好香，好好吃哦。可是可能吃到第3口之后，我就会放下筷子，想说我休息一下好了。还有可能他们今天选的组合又都是重口味的。这3个用力过猛，这3个没有跳动感的话，我觉得你很难持续的往下去。用力过猛，果然姜还是老的辣。年轻人，你下那个重手，分明就想把潘多迪给打死。对，输了，真的。你如果中间换一杯生啤的话，我觉得会那个跳动感会比较好。今天3比2，恭喜东军获胜，恭喜！来奏乐，来我们看一下镜头。好，3位，谢谢，掌声鼓励。可以回座了。今天比这个平价美食，你会想说平价好像要将就，没有，平价不等于将就，反而更要讲究。就算我们手头预算有限，只要你懂吃又会挑选，不用花大钱也能吃得澎湃又幸福。谢谢你们今天精彩的介绍，谢谢你们，谢谢专业的女王团，谢谢女王大人，下次再见 ，See you， 拜拜。好饱啊！太饱了，谢谢明凯老师。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